是美国建国以来的第一次国宴，竟然请的是夏威夷最后一位国王。更让人好奇的是，举全国之力操办的最高规格宴会上，美国到底有些什么菜？招待各国元首又有些什么讲究呢？如今的美国国宴总是宴请着各国最高领导，餐桌上涌动着政治的风云。可令人惊讶的是，美国最开始的国家级宴会并没有这么多的政治色彩，也没有招待外国元首的任务。直到1874年12月22日，第18任总统格兰特在白宫招待夏威夷最后一位国王大卫·卡拉卡哇，才真正将这次宴会的性质定为国宴。虽然国宴是由美国国务院相关部门负责，但是茱莉亚这位白宫当时的女主人，成为了计划这次历史性宴会的主力军。她精心准备了鲜花、菜单和表演，而美国国宴同时会邀请艺术家来表演助兴的传统也一直延续至今。第一次国宴菜单主要以美餐为主，餐前面包以牛羊为主的各色肉菜、米布丁等餐后甜食。那么经过100多年，国宴的菜系又发生了什么变化呢？这是美国最寒酸的国宴，餐桌上出现次数最多的竟然是土豆，甚至连苏打饼干都被总统用来招待客人。美国国宴怎么会变成这样？为什么海明威会说美国国宴最难吃？美国国宴变化最大的期间，当属大萧条时期。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矛盾直接导致了美国经济的崩塌和危机，许多人被裁员，存款被耗尽，连温饱都无法满足。基于如此时代背景下，总统们开始节俭起来，这种变化也直接展现在国宴的菜单上。牛羊肉被换成了较为干柴的火鸡，蔬菜变成了豆类，主食也开始上红薯和玉米，煎土豆、炸薯条、烤土豆，土豆竟然成为了美国国宴的常客。罗斯福在宴请英国国王乔治6世的时候，主菜甚至上的是热狗。杜鲁门和艾森威尔竟然分别用西瓜泡菜和苏打饼干来招待其他国家的领导人。著名作家海明威在此时期曾被邀请到国宴做客，然而饭后他向媒体直言，宴会上的菜肴可是一点儿也不好吃。那么等大萧条过去，美国全盛时期的国宴又是怎么样的呢？这是美国最高规格也是最完善的国宴制度，却演变成在牧场烧烤，在农场开 party， 一次又一次被历届总统玩坏。为什么美国国宴没有那么多讲究，却成为国际政治目光最为汇聚的地方？而本次中美领导人会晤又准备了什么美食呢？其实，作为美国最高级别的宴会，是总统对外宾最隆重的礼遇，具有深刻的外交意义。也因此，国宴的礼仪程序非常严格，礼宾会从白宫门口就开始迎接，每一位来宾都有对应的位置，总统也会上台致辞。餐桌上的佳肴通常以美式或法式美食为主，从前菜、肉菜、主食，再到甜品、面包、水果和佐餐酒水，会伴随用餐全程，也会根据宾客的习俗和喜好，相应做出一些不大的调整。兴许是美国国宴只有149年历史，因此形式上并没有太多传统的规矩和限制。美国第36任总统林登甚至举办过一场别开生面的烧烤型国宴。小布什也在自家农场招待过多次外国元首。特朗普的国宴菜单上还出现过汉堡等快餐。除此之外，米饭、饺子，甚至北京烤鸭也多次上过国宴的舞台。然而，国宴的终极意义是外交，美国的国力才是组织这场政治表演的真正导演。大家知道今年我国领导人访问美国，国宴都有什么美食吗？欢迎大家留言讨论。